汉武帝刘彻年少继位，夺得实权，于国于民，有功劳也有过错，其中最重要的功过都在于和匈奴的作战。虽然为了打击匈奴把国家搞得民不聊生，但如果不攻打匈奴的话，汉朝也将在匈奴的蚕食下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其实最早刘彻并不是太子，原名刘志，这个志呢和猪是一个意思。后来在他姑妈陶管公主等人的支持下，他才在楚魏之战中赢得胜利。汉景帝逝世后，刘彻就继位了。刘彻一上位就想大展身手，但他想要实施的新政就被太皇太后给压了下去。大臣们有什么事儿都是去请示太皇太后，根本不鸟这个10几岁的皇帝。刘彻这时候才明白，自己只是挂着一个皇帝的头衔，实权还是在斗士手里。刘彻就只能像个听话的小猫一样，太皇太后说什么就是什么。他明白，现在无论什么都要忍要学，等到太后去世的那一天，他就能一举将实权拿回来，到时候他就能真正的君临天下。公元前135年，建元6年，太皇太后去世，刘彻感觉压在心中的一块巨石终于没了，刘彻终于掌握实权，君临天下。这就是汉武帝如何夺取实权的。下面我们就来讲汉武帝最大的功劳和过错——汉匈大战。刘彻对打击匈奴早就有想法了，但汉武帝首次对匈奴作战的马邑之战就失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一道来。本来两个民族也不用打仗，匈奴如果愿意和汉族交易往来的话，也就不会有那么多流血事件了。匈奴非要用军事手段掠夺资源，西汉只能用武力手段反抗匈奴，但西汉又打不过匈奴，咋办呢？求和吧。汉高祖刘邦就以和亲的方式让双方的关系缓和了一段时间。当初刘邦去世后，匈奴的冒顿单于就给吕后写信，信上说：“你死了丈夫，我死了老婆，不如我们2个来凑合下。”匈奴单于这样侮辱汉朝国母，是个汉朝百姓都要生气。但苦于汉朝军队实在打不过匈奴，吕后只能收下这份羞辱，回信道：“我已经年老色衰，不如送几个年轻貌美的公主去陪你。”之后西汉就休养生息了几年。本来西汉和亲送个公主，匈奴也就没那么多事了。汉匈和亲也为了当时西汉的国策。后来在和亲的队伍中，有一个名为中行约太监，投降了匈奴，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成为匈奴单于的谋士，给西汉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中行约一方面给大单于灌输一种匈奴在衣食住行方面完全可以自给自足，是不需要汉朝的供奉的，所以可以肆无忌惮地攻打西汉，同时向匈奴传遍文字和算术，方便匈奴方便统计人口和牲畜。客观上是传播了汉文化，促进了匈奴民族的发展，但主观是为了匈奴更强大。中行约还利用自己对西汉的了解，帮助匈奴大单于进攻西汉，而和亲政策可以说是失败了，只能换取短短的和平时期。其实和亲只是西汉的一厢情愿，他认为只要和亲，匈奴就不会再来攻打我。匈奴则认为和亲是一种软弱，只要我再攻打你，你就还能为了和平和亲，我就能继续获得利益。双方的和亲造成的关系也是断断续续，时好时坏。好在文景2帝在双方和平时期攒下不少钱，到了汉武帝时期已经有了和匈奴作战的家底。汉武帝建元6年，匈奴第2次向汉武帝要求和亲，汉武帝在朝堂上宣布，他要向匈奴宣战。他说：“把我们的公主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送过去，还有陪嫁的各种礼物，我们得到了还是战争和灾祸。我要向匈奴开战。”这引得当初主战和主和2派的激烈讨论。主战派提出，战国时代的代国在北境，匈奴不敢侵犯是为什么？还不是因为他被代国打怕了？代国才多大一点地方，我大汉又有多大地方？一味的示弱，他就会欺负得更狠。而和亲派的韩国提出了3条：找不到、打不赢、划不来。匈奴是个游牧民族，居无定所，你怎么找他打？就算你找到了，那么远的路途已经人疲马乏，你怎么打得赢？就算你打赢了，占领他的草原戈壁有什么用？难道要在草原戈壁开荒种地吗？2派的焦点就在于如何打赢匈奴，自己又不需要付出太多的代价。这汉武帝也想到了这些，他之所以选择向匈奴开战，是因为他已经得到了一个零风险的策略，诱敌入边，拒而歼之。提出这个策略的是西汉一个在边境做生意的富商，名字叫聂一。
他向王辉提出利用自己和匈奴的关系，聂一和匈奴说可以让匈奴不费吹灰之力把马邑这个地方给掠夺了，而汉军就在马邑周围埋伏，等匈奴进到马邑城内的时候，汉军围剿匈奴。王辉就将这个策略和汉武帝说了，这个策略也完美的避开了韩安国提出的找不到、打不赢、划不来。汉武帝派韩安国为主帅，率领30万大军出发。聂一也出发和匈奴单于说，他可以把马邑的地方长官全部杀死，马邑也就群龙无首。而你得到我的信号后，就可以轻松的攻下马邑，马邑城内的人口、财物、粮食，大单于可以全部拿走。匈奴单于也高兴啊，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这么多资源。随后单于就带着匈奴大军向马邑进发。聂一早匈奴一步来到马邑，在监狱死囚中找到几个人杀掉，将人头挂在城头上，冒充是马邑的地方长官。匈奴单于得到这个消息后，就放心的向马邑进发。但在路途中，单于发现了不对劲儿，马邑周围的牲畜很多，但看不到放牧的人，他就想抓个俘虏问问情况。好巧不巧，本来到马邑视察工作的武州卫士，因为马邑之战的关系没有回去，正好躲在了匈奴攻打的地方，然后他就被抓了。在匈奴的严刑逼问下，他就把马邑的事情给说了出去。匈奴单于立刻带着大军逃跑了，正好被王辉给遇见，但是王辉不敢打。王辉只有3万军队，匈奴有10万，至此马邑之谋彻底落空。汉武帝震怒，费了那么多心思的马邑之谋失败了，汉武帝就将王辉给下狱。王辉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他就给当时的丞相田汾送钱，让田汾在汉武帝面前为自己求情。田汾认为这个时候去和汉武帝说自己可能也会有杀身之祸，于是他就去和自己的姐姐汉武帝的母亲王太后商量，让王太后和汉武帝说说。在史记中，王太后是这么和汉武帝说的：王辉守造马邑时，经不成而诛毁，是为匈奴报仇也。但汉武帝驳回了王太后的请求，为什么呢？在窦太后去世后，刘彻觉得最牵制自己的就是母亲王太后和舅舅田汾，他认为太后给王辉求情肯定有问题，就拒绝了太后的请求。而在狱中的王辉一听自己没救了，就自杀了。虽然汉武帝首次出击匈奴的马邑之战失败了，但也成了汉匈关系的分水岭。在此之前，汉朝都是采用和亲的方式来和匈奴换取和平。马邑之谋后，汉匈再也不会和亲了，匈奴是再也不会相信汉朝的和亲。上次和亲才过2年，你就给我准备了这么大个陷阱，你让我怎么相信你下次和亲有没有陷阱？马邑之战同样也是西汉对匈奴作战的转折点。西汉在此之前都是采取被动防御的策略，匈奴来了我就打，走了我也不追。在此之后，西汉转为主动出击，你主动打我，我也主动打击你。汉武帝在马邑之战后认识到，他不能再依靠韩安国这一员老将，他需要年轻的将领，率领他的军队深入匈奴腹地，打击匈奴。这个我们下回再讲。大家对汉武帝刘彻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